刀子王太田爱老师的开山之作，还记得那个让你又哭又笑的小德班吗？故事的开局就是紧张刺激的大地洞啊！原来胜利队已经追踪这个所谓的魔神电磁波很久了，但是这回磁场在短暂的出现之后又消失了，大伙实在没招了，于是副队长便带着小队向着磁场消失的地方进发。画面一转，马卡巴卡，小可爱德班闪亮登场，大叔一声喂，那边的靓仔来看戏了，谢谢啦！你高兴什么？他说我是大帅哥，他说的是我，真讨厌，我受不了你这种性格。没绷住，兄弟！正此时，天空一声巨响，魔神艾德美娜闪亮登场。这怪兽的皮套真的是很俊啊，脸部线条特别的优雅，有种异样的邪魅。小时候对着魔神犯过错。总之就是艾德美娜的设计确实是很有明显的女性特征，而后魔神便开始释放出紫色的电磁波场，直接开始魅惑人心。别念了，师傅，别念了，星辰一枪给魔神来了一下光子嫩肤，结果突然被暴走的路人狠狠攻击。再定睛一看，周围充满了自由美利坚的味道，简直就是现实版本的 GTA。而小燕子1、2号刚准备开始交手，结果魔神突然邪魅一笑，笑出强大，做回自己，随后便闪电般的消失了。这一幕简直梦回盖亚里的冒牌阿古卢，不知道有没有从迪迦这里获取灵感。基地里面大伙对着屏幕分析魔神的目的，然后就有2个憨憨抢镜。你看这个。这个是我，你看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没绷住，兄弟，怎么有2个幼儿园小朋友？而星辰接着野人的疑问说出了突然有一些群众变得暴力的事儿。队长则再次冷静地分析出魔神出现的地方或许有一些共通点，一些漫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。2个憨憨突然有所悟，原来魔神艾德美娜出现的地方都会有小怪兽这群喜剧人，简直就是双向奔赴。另一边马戏团开始了哈利路亚，感谢上帝的饭前祷告，干饭人干饭魂。接下来请用他们看起来造句。他们看起来能操作魔神吗？一定是他们被魔神给操纵了，你说对不对？他们看起来是有点像被魔神操纵的样子吧？他们看起来的确有一些奇怪。他们看起来真的很看起来。总之，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还是野瑞办实事，分析出了魔神电磁波会直接破坏人类的大脑，让他们失了智，简称降智光波。在暴走、相互残杀之后，最终完全痴呆。可以说，消灭人类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奇杰拉直呼内行。而那边 cosplay 海绵宝宝的团长正在吹泡泡，结果突然地动山摇，小怪兽的耳朵还在发光，于是大伙儿便熟练的让人心疼的光速收拾走人。看样子不是第一回了。果然，魔神艾德美娜再度登场，在激烈的追逐中，德班的耳朵越来越亮，魔神似乎感受到了什么，再次邪魅一笑，连续数发高热破坏光弹，预判轨迹，奈何小车子有点慢，直接瞄边。于是，一个帅气的空翻落地，直接堵住车子的去路，然后又是一通瞄边大师操作。我怀疑这是伟伟队长变的怪兽，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，他似乎真的也算射得挺准的。而千钧一发之际，小燕子及时赶到，并且几发光束打得魔神头皮烧了起来，试图 cosplay 无敌的岩头队长佐菲大人。魔神也拎得清啊，赶紧溜了，不然飞燕号没了，自己可能也要没。而得救的团长也讲述了怪兽的过去，原来是他演出之后在商场门口遇到的。当时小怪兽孤孤单单，他以为也是皮套人，于是就收进了剧团。虽然笨了点，但是很用心的练习大家教给他的戏，大伙儿都很喜欢他。结果发现他居然是真的怪兽。这里有个细节，德班的叫声和魔神是一样的，魔神比较低沉，而德班有点清亮的小尾音，太细了。这也是德班和魔神来自同一个亚空间种族设定的伏笔体现。而小怪兽德班的名字也是谐音梗，日文发音 Deban 可意为出场出番。然后就是这个小 CS 单后博士第一次出场，他给出了德班可以消除魔神电磁波的结论。大果还夸德班聪明啊，好厉害的绝景！我才是绝景！从此便开始了迪迦中各种绝景的登场。随后这博士就想给德班拉去做实验，还没说完，魔神便出现了，大肆的释放电磁波，已经化成拆迁队快要杀疯了。而野瑞再一次请求出外景，还要带上德班，这下触动了团长的逆鳞。难道你眼睁睁看着城市被毁掉也不管吗？这不关我的事。德班是我们剧团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，我不准你们把他当成工具。只能说两难的抉择，现场小燕子这边的攻击完全破不了电磁波屏障的防御，而地上的人们早就化为了自由美利坚，枪战每一天，大伙儿全部打成一片，简直就是民风淳朴的歌坛式重生，浣熊市在世。团长那边也无法幸免，看着这混乱的一切，德班逐渐显得落寞了起来，他流下了眼泪。此时的他很害怕，但又知道一定要做点什么，于是一个人下了车，出场了。德班他漫步在这个危险而混乱的街道，果然这引起了魔神的注意。此刻的德班在魔神的衬托下是那么的渺小，但又显得那么的伟大。可是魔神一发破坏光弹，德班！可恶！
艾能美娜的行为再一次触动了大古的红线，激怒了他，不能再让露西亚的悲剧重演。于是大古比星辰还猛的直接冲进了电磁波里面，而星辰也心有灵犀，挂断了联系信号。如果我脑袋短路的话，大古，把我射死；如果你短路的话，我就射死你。这段话在后续星辰的菠萝面包个人回中将再次回收，于是便很帅的打中了魔神。不过伴随着魔神再次笑靥如花，爱笑的怪兽总是幸运的。果不其然，这鸡该坠还是得坠呀。当然，解除了小燕子的束缚之后，大古再度变身，巨山超力霸迎战魔神。结果开幕雷击刚落地还没站稳，就被几发高热破坏光弹打趴下了。紧接着魔神电磁波发挥了超绝的威力，黑暗迪迦一敌登陆中。而伴随着一阵温暖的光粒子铺展开来，魔神电磁波逐渐消散。队长，电磁波渐渐消失了。一定是德班。原来是小天使德班又站了起来，可以说是用尽了自己最后的力气。艾能美娜正欲给德班最后一击，但是迪迦再也不能容忍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逝去，没能保护好露西亚的遗憾就从现在开始弥补。但是不知为何，我似乎从迪迦的脸上看到了很多莫名的情绪，或悲悯，或气愤。而惹怒了迪迦的代价是什么呢？强力几连摔给魔神打得毫无脾气，再摔几下就要赶上 SV 的9连摔了，可以说完全就是带着私人恩怨下的狠手。几回合交手下来之后，更是血脉发作，断脚属性再度觉醒。啊，舒服了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，反正我是舒服了。但魔神也是怒上心头，直接开启了体术模式。看得出艾能美娜的体术同样也不弱，算得上不辜负她魔神的名号。但快乐形态在经过大古的千锤百炼之后以真化境，一个无龙图拉 kick 直接把魔神最后的发射奇观也给踹冒烟了，无奈只得原地暗避回泉水，甚至还嘲讽迪迦。见状，迪迦两手一拍，解锁新技能迪迦弹射光波，又称奥特拉面，精准打断回城 TP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才敢怎么？最后迪拉修姆光流收尾，迪师傅亲自下厨，拉面给你加个蛋，走你！可惜德班倒下了，这小可爱博士甚至不想放过他的遗体，但是被阻止了。不过小可爱真的消失了吗？并非。其实德班根本没有死，大家都被团长给骗了，以后就是小山羊德班了。至此，完美结局达成。一定要在地球上好好的活下去。回顾第21集出场了德班，作为知名编剧太田爱的特摄出道作品，可以说从这集就已经初见端倪。邪恶的魔神与善良的德班，一个尚武，但偏偏其能力被弱小的德班所克制。作为怪兽的德班，却在与剧团家人们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变得比很多人类更有人性。明明是半丑的家人们，却拥有着美丽的心灵，甚至可以接纳怪兽。而德班也逐渐学会了很多美好的品质，即便害怕，也依然能够挺身而出，拯救这些并不相干的人们。可能在他看来，与自己家人同类的种族，也同样值得自己用生命去守护吧。但好在结局还是贯彻了迪迦中强烈的人文关怀品质，也是自此开启了属于太田爱老师的封神之路。与故乡共同死去的奥比克，浴火重生化为金色凤凰的希拉，后面那些跨越时间依然能够让人热泪盈眶的篇章，也要开始逐一现世了。最后求个点赞关注，下集将是迪迦最恐怖的一集，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。